嗨，大家好啊！哎呦，你说我吧，在上海啊生活了40年，现在啊我正在机场，我在上海啊待了1周的时间，深圳呢待1天，半夜红眼航班就要匆匆的回到吉隆坡。上海生活这么久啊，你说应该啊是非常习惯的。哎，那么我们又在大马住了3年，回来会有些什么见闻和感触呢？哎呀，我今天啊要分享的就是回到上海1周，有哪些让我感觉不适应、不习惯，有一些惊讶的这些点啊，分享给大家。而相比较起来，吉隆坡又是怎么样的？也欢迎大家来补充。说起来很好玩啊，我们的节目啊，我记得有一个观众留言啊，其实我的朋友啊也转给过我类似的他的沟通记录，别人也是这么说的，是一个中国朋友，他说你们把大马说的这么好，别吹了，别扯了。他说我生活了7年都不习惯，你看这个路口的街道啊都是脏脏的、乱乱的，这是他主要的 arguing point。那么，这是城市面貌，我是否认同呢？不要急。我想呢，先回到我们节目一贯主张的个人的真实的感受，看看我们身边的，咱们先关心小我，再来看看整个集体啊，整个大的一些东西，好吧？哪些让我感到有些不习惯呢？我这次回来明显感觉啊，上海啊变得更加安静了。哎，这个安静啊，注意啊，尤其是指在外面，在路上，在大街上，稍微人不是很多。像我去浦东的一些商场啊，人就不是很多，大家呢各归各啊走路啊，您总感觉没有一种活力在，没有一种人与人的互动，可能它整个 vibe 气氛也有关系啊，音乐啊、灯光啊，搞一些什么活动啊，就感觉很难，好像可以感受得到。我们不是做了很多新闻嘛？我们知道大马的这个年龄中位数和平均年龄还是比较年轻的啊，中国已经开始步入老龄化的社会，那上海啊更胜一筹了。上海的老龄人很多啊，这个平均寿命也很长，就感觉年纪大的，我已经很大了是吧？我都奔5的人啊，40多岁了，就感觉这个比我年纪还要大的是蛮多的，就缺乏一些活力。那有时候呢，又让我不适应的第二个是啥？就是有时候又特别吵，吵闹到我在大马生活了3年啊，我感觉已经有点不适应了。这种不适应是会让你有点怎么讲，耳朵疼啊，就感觉这个哇，什么时候还在吵，耳朵疼到脑袋疼，就感觉要逃离这样的环境。这怎么呢？往往在室内，比如说在电梯内有人说话啊，或者几个朋友。哎呀，我也挺为他们尴尬的。大家说话，进了电梯，关起来了一个密闭空间，还在比较大声的说话，还吃饭就更吵了。整个吃饭的环境啊，哎，倒是跟室外啊是不一样的。在中国啊是相对热闹的，当然也有文化因素啊，不是一定说对啊，或者是不对。就大家喜欢吃饭的时候吵吵，这个比较热闹的，你一言我一句。但是这个吃饭的空间啊是比较小的，每一桌都是这样说话的话，那就导致这个旁边的整体的环境噪音就很高。那我们这一桌的朋友之间说话几乎要喊的。哎，我大概说话多了啊，平时做 YouTube， 以前又是做猎头和 HR， 就这个感觉这样说话都很累啊。再说这个说话多了，听力啊也好像没有这么好，打电话比较多嘛。就是这个吃饭是让我非常疲惫的一个事情，感觉你吃的这个身心俱疲啊，就很少有这种欢乐的事情啊。那么再来一个不适应，就讲到吃饭呢，现在我们再去问那一些这个商家，哎呦，你这个是不好的科技狠活嘛，预制菜嘛？当然有些人会笑笑哈，这个当然有一家说这个肯定不是啊，他说我们只是早上来这个做好。然后呢，加热并不是预制的，但朋友间都是摇摇头，就觉得，嗨，这个多问也没有什么意思，上菜这么快，怎么可能又不是预制呢？这是谁都不知道。但是呢，又陷入一种谁都不关心啊，也就这样吧，大家比较认命的这个状态啊，这个略有不适应。我还想讲一个不适应啊，可能呢还是在大马生活久了，我就发现这个许多人的礼仪已经是跟我这个不太一样了。你比如说呢，
在机场也好，在路边也好，有人会问你，他就直接来问你，哎，这个是到这儿吗？哦，这里是拿行李吗？是什么航班吗？你发现他怎么突然问我就哎，好，也不会说你好，请问。问完之后呢，你跟他讲完之后，他人就走了，好像也没有谢谢啊 ，OK 微笑，这个你就不要想了，但是呢，我好像被改造过了，我觉得这样呢给我带来一些好处。我们在大马生活久了，就笑嘻嘻的，哪怕碰到一些严肃的，像警察呀、安保人员啊，像在机场的那些帮我们做这个 security check 的人，我都会笑嘻嘻的跟他说，哎呦，今天很忙啊。哎呀，你看，这个充电宝都不行啊，要去检查一下才能够验证，把它带上飞机啊，是吗？好，我就跟他们聊，他们呢也会跟我说上几句，大家也是笑嘻嘻的，我也很客气说，谢谢你啊，哦，真的谢谢啊，辛苦了。他们我能明显的感受到是喜悦的，心情是好的。我觉得，哎，我好像能够做到一点，把这个好的东西、好的精神传染给别人。当然呢，我觉得可能不生活在中国的人会理解的比较简单哈，得出一些仓促的大而化之的结论，比如说，哎呀，你看你们中国人素质差呀，你们这个不讲礼貌啊，或者怎么样啊？我不是这样看的，因为我还是觉得部分是哈，就可能大家礼仪不一样啊，有待提升，这我也承认。但我觉得还有部分呢，和文化传统一定是有关系的，比如说大家聚在一起习惯说话。公和私的概念是相对差一点，这我也提到过哈。那这个确实是素质的部分。再有呢，就我觉得中国人啊，确实更有这种家天下，家庭社区组织更加浓厚的这种特性啊。比方说他来问你，他就感觉，我问你的时候，我好像是跟你很熟的一个人，哎，我就这么跟你说了，我不知道哦，我要先打破我们的这一层关系来告诉你说你好，请问，哎，他就直接问完就走了，就好像你跟他是一个很熟的人一样，他不太知道熟和陌生人啊这个之间的差别。这个说的有点深了，好像费孝通啊以前有一本书讲过类似的这个概念，那我就不展开了。刚才讲到吃饭还有一点，现在多少了？第5点了，我稍微有点不适应，因为回来嘛，跟朋友吃饭、客户吃饭。好多次，一天至少2顿哈，吃饭多了呢，我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我特别不适应，就是公勺公筷。因为在大马每一盆菜再小的餐馆，一个菜里面都会放一个公勺，让大家来分。我呢，这个华人嘛，吃饭都是一样的，大家共享的这样来吃的。可是每一份菜上来的时候，基本上这筷子就上来尖了。我心里特别不舒服哈，这个我已经被改造了，说实话是，因为中国也一直提倡用公勺公筷，但是没人care about it， 没人会真的 seriously 这样去做。但我们在大马生活了以后就不习惯，每一个菜我就在哪儿呢？我想要摇一下，我想要勺一下，拿那个汤匙铲到自己的碗里就找不到，找盆子也没有叉子，这个汤匙也没有这个你只能拿着筷子去硬着头皮去夹，就感觉哇，这个跟别人共享，这一点很快已经没想到3年终于被大马有些改变了，我有点不适应，我觉得这个心里特别会感到好像有点不卫生，这样的一个感受。还有一些什么不适应的，就是公共场合，因为现在呢也是10月、11月啊，照理说呢天气是很好的。对了，如果你们要来上海旅行这个10月中下真的是非常好的，天气很好，20多度，晚上也不用开冷气在外面风吹着也很舒服，穿一件这个 outfit 就可以了，不穿也行空气中还有桂花的香味只有短短的1周2周这个时间，真的非常好。当然我不适应的是，也是因为季节交换，很多人打喷嚏，这个我很难适应。有些人咳嗽、打喷嚏，哇，这个突然爆发的这种感觉，我也会感到不卫生。说实话，我会敬而远之，这样避开。我觉得我不知道大马怎样这我没有特别留意好像大马也没有这个教育，大家做的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记得在欧美这个很早就有提倡有这种图片出来，如果你打喷嚏，你就用衣服或者手肘这里捂住虽然衣服会脏，手会有问题，但没关系，至少它不会喷射出来，以很高的速度喷射出来，然后发出巨响的唰的一下这个打喷嚏的声音，这个是不会有。那身边人这样的话呢，我也是，尤其是在小的密闭空间在办公室在酒店你突然听到别人唰的一下在你身边来一个巨响的喷嚏，我是挺怕的，应该说。
就讲到礼仪哦，还有一点很好玩呢。我还是 again 呢，我想说，并非我一定是责怪素质好和不好。我刚才分析过了哈，这些群体的文化性的一些因素哈。那我可以再举个例子来印证啊，这一点上深圳比上海好啊。那么上海怎么样呢？我不是经常跑来跑去嘛，我就要打车。我打车的时候上车呢，我都会喊一声说师傅你好，我都会这样来说一声的。但有意思的是，比如说你在大马。大家呢都会跟你打招呼，都会说 hello， 然后怎么样，大家会笑嘻嘻的聊几句咯。但是在上海的话呢，我坐了那么多车，只有一个人回应啊，剩余的基本上呢把我叫成代号，好像我是监狱犯人一样。他说2567是吧？啊，那就是我的手机尾号啊。他只是确认你是不是那个身份代表的人就可以了，然后根本不 care 说你是谁，你好不好。那么这一点上啊，深圳做的比上海好，他们更欢乐，更加热情，也会来帮你拿箱子，他也会回应你，这个有很大的不同。再讲讲身边的吧，我觉得很多人会觉得中国很卷，家长都让小孩读书，你别说，这一次我聊了很多，跟我年龄差不多，应该算是中年吧，40多岁呀。没想到啊，我想告诉你啊，这一点也是我看不惯、看不懂的不是看不惯，我看不懂，怎么会现在变成这样了哈？是什么呢？家长啊，现在根本不卷小孩，我身边的家长都已经放弃卷小孩了，都说这种题有什么意义啊？这个我不希望他学术很优秀。还有几个跟我说考不考大学无所谓，这个不是跟我和王太一样了吗？他们已经完全放弃了，不单单在工作中，在经济，然后对小孩的教育啊，也已经变得说学不学好不好无所谓啊，没关系，你不要这么累就好了。老师你爱找就找，爱批评就批评了，现在变成这样了。中年人呢，普遍还呈现中一种疲态啊，对经济不好啊，工作很难找。40多岁，万一外企撤退离开中国裁员他们是很焦虑的他的生活都很疲惫的，甚至表示生命也没什么意思。生活就这样的。也有几个人陷入一种中年抑郁的状态，相反他们会觉得我挺欢乐的。还有3波人呢，都觉得他说威廉你一点都不像你这年龄啊，最近看到你感觉很年轻大家有没有觉得哈？当然有些人觉得我这个 anchor 又说这个现实生活中看到我觉得我还是蛮年轻的。相反呢，好像第7点了吧，小孩子真的是累啊，这个一点都没有改变。只不过呢，像我儿子的身边的小孩，或者跟我差不多年龄的朋友，他们的孩子都已经是念到初中了，大马是 Form 1 Form 2 Form 3这样子，他们是真的累了。大概是怎么样？平均我跟大家讲，如果他们念的是政府学校的话，早上6点多就要起来，早的话5点多。为什么呢？7点半左右都要到学校早操早课练习，然后呢8点前就要读书就要开始上课，一直到什么时候呢？5点多6点多我都听到过的平时再出去补课，上网课200-300一节，这个已经是很贵咯，因为是网课，它的 scalability 同时一节课有很多人上，线下的2个小时500多人民币也很多，你要补个1节2节，平时排满，每天做卷子，早上不是6点多出门8点上课吗？7点半到学校8点上课吗？晚上听到的都是要做到10点半11点多都有。除了吃饭的时间，一回到家6、7点钟开始，几张语文卷子，几张数学的卷子，英语的卷子，哒就一直开始做，非常累。那还有什么时间培养兴趣爱好？还有什么时间体育锻炼呢？小孩子都这样戴了眼镜，无精打采，这很惨啊！家长都已经不卷了，老师呢还会责怪到家长，把他盯紧有问题。有个朋友跟我说他的儿子就想不通，说凭什么让我这个来学他的成绩还特别好小孩子反抗学校这个提了一些反对意见，不公平的制度等等。老师甚至于说请你去宛平南路600号，大家知道吗？这是上海的精神卫生中心意思说这小孩精神有问题。他说来你去检查一下那医生觉得没什么问题但是呢可以服用一些什么简单的药物老师又说好，那可能还不需要服用。我就想不通这难道不是老师的问题吗？老师干嘛不去检查一下再来上课呢？好，不听话刺头不遵守这些规矩就要去看精神问题是吗？这个真的是我也是觉得匪夷所思
那讲的差不多啊，就一定要说一些像那位朋友关注的什么卫生啊，什么路面干不干净啊，我呢反而想说什么，我是觉得不论上海还是深圳啊，我更喜欢深圳一点啊，深圳的活力比上海更强一点，但都有一个特点，就它这个建筑啊，看上去是方方正正一个方块，没有什么美感，实用为主，不漂亮。不美，然后很密的排在一起。王太讲的蛮对的，苏联审美美学，对吧？大家知道建筑也是有包豪斯啊、巴洛克啊一路过来的，这个确实是有一点苏联的那种平顶的实用主义为主的建筑风格，不漂亮。因为你看惯了大马，我跟王太那天说，我回到上海感觉死气沉沉。他说为什么死气沉沉？我说对，我就看这个建筑。以前丰子恺啊说，从古代的宫殿庙啊。给神住的，到给君王住的，到当代人住的，你可以说建筑更像是一个当代人的墓地的墓。如果一定要这样说呢，我觉得大马的不像，很漂亮，每个 condo 啊，建筑的样式都不一样，五花八门的多元，建筑也是好像多元的存在。回到上海呢，就感觉都一样，方方正正的，只不过有高低的差别。当然有陆家嘴那些特别漂亮的，但是大部分呢，尤其你晚上灯光也不这么多，从高速路上经过的时候，就感觉缺乏一些生气，我反而不喜欢这个脏乱一点。我没有这么讲究，我们可能更在乎的是个人，生活在里面质量怎么样，舒服不舒服。看看啊，还有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对，管理，一定要比较非个人的一些东西啊。那我们来讲一讲这个像城市啊。我以前拍过摄像头啊、标语啊这些，我们来讲讲机场。同样是机场，你看吉隆坡的 KLIA 啊，这个通过安检也好这个通过的流程也好，就松很多，很简单，很快，我们都有这个感受吧。那在上海也好，深圳也好上海好像在做进博会，至少2次安检，深圳这次分别防爆海关，再到正式的安检，经过3次，没有。还要测体温，进出这个都要测体温，看有没有问题。我也不懂，现在还有什么流行病吗？是这样吗？再来充电宝之前因为发生过充电宝的爆燃，在飞机上面，所以呢，我这回随身有3个充电宝，因为我买了一个新的回来有一个因为是 Apple 以前买的没有安全的要求，因为中国现在有个 CE 中国的安全标准，3C 吧，3个 C 的这个标准。好，只能在机场填写一张快递单，工作人员也很麻烦，我也很体恤他们，我说你们也很忙没有办法。他带我去检查，看了以后当场填快递单寄回家。还有个 Anchor， 因为有过召回，那就要拍照检查。哎呀，你跟他说是刚刚新换的，也没有用，肯定不是召回的，也没有用你要截屏让他看完以后才能够放行。各方面吧，你就说安检，全身拍打摸一遍，我觉得也要严格的多。也有很多警察呀、安保人员呀，非常严肃的站在那里。总体就是这个城市呢，这几个城市在中国就更加严肃一点。我们在大马生活习惯了，我还是喜欢大马的这种放放松松、轻轻松松、开开心心、笑嘻嘻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很开心我跟王太也说，你看我在机场离家又近一点，现在就自动的把大马称为家了，内心家的这个 benchmark 已经变成大马，我很开心，我现在非常期待回去一碗猪肉粉、猪杂汤开启我美好的一天。跟大家唠嗑 ，Thank you， 拜拜。对了据说点赞的话这个节目的收视率就会很好，咱们试试看好吗？拜拜。对了，还有一个不太习惯、不太适应的，就是在中国你机场一下来，大家就蹭蹭蹭的站起来，马上就开始拿行李了，就特别着急。再来一个就是烟这个事情，我知道呢，看过数据，大马吸烟的人也不少，中国呢没有 significantly 比大马要多。不过我想说，抽烟的礼仪可能差距是蛮大的，因为呢，机场也是一出来到停车场，就各种烟味。如果你去火车站的话，就更多了。公共场合也很多，你有时候非常难避免。比如说酒店里的被子，多少闻一闻还是能够闻到一些这个烟味，非常不舒服。这个呢，大马就比较注意，有可能有人吸烟吧，也不少。但是呢，你很难这个让你影响到你，这个就比较难。
对了啊，据说点赞的话啊，这个节目的收视率就会很好，咱们试试看好吗？啊，拜拜。